给大家看一下上礼拜厨艺课的成品：墨鱼松饼（括弧不是烤焦，你全家才烤焦）（括弧完了）。补上老师做的，把灯关了，两者差距不大。事发总有个原因，干话总要来听。大家好，我是 Simon。今天书接上集，我们继续把第8季给补完。大男人直奔主题，影片都拉进度条，让我们直接开始。第一位牧师大妈雅奇卡，我们真的叫她歪妈。这位大妈让我很有亲切感啊，除了很像开喜婆婆以外，双色爆炸头还很像海贼王革命军里头的雷电。海选就让我印象深刻，倒不是因为他做出来的菜有多猛，而是因为跟他一起 PK 的也是个牧师，这样的对战组合让我梦回那熟悉的酒馆。安度因对上安度因，而且比赛内容竟然是炸鸡，我说这是不是太做球了啊？我就没看过哪个黑人大妈的炸鸡难吃的，就算你长得像胖老爹，还是赢不了的。外卖有着普遍大妈的优质出场面板，前期表现是真的不错，用着一道又一道的家常口味，屡次优胜。不过这种角色后期通常很看造化，由于前期获胜次数太多，少了危机感，也就导致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导致新秀太屌治不了，前辈只能无奈打酱油的情况。加上这类选手前期表现都很不错，后期就算有失误，也容易被评审的第一印象给保下来。这里就很明显的反映在歪妈身上，歪妈后期是真的不太强，算是少数第8季的划水角色，多次面临淘汰，而且好几次由于实力不分伯仲，你以为歪妈要拜拜，但活下来总是歪妈。第18集更是端出了完全不符合6强实力的烂菜，直接被 Golden 给吐了。团队赛更是本季毒瘤之一，而且毒瘤范围可以说是历史最广。当队长毒瘤，当队员毒瘤，双人组合毒瘤，双人接力毒瘤，哇靠，这简直绝了！破坏力根本歪妈平砍带顺批，做过事情包括但不仅限于队友搞砸煎蛋，但自己接手更落赛。团队赛中全世界都在等他的米，跟好好先生 Gap 同队看似不错的开局，但端出来成品可以说是西沙都看起来比较可口，就连没脾气的缺神都难得有火气。歪妈的实力在团队赛中可以说是1+1无限趋近于0那种，是量子纠缠的最佳典范。因为你没到最后一刻，永远不晓得歪妈队里的盘子会不会有失误。简单一点说，就是跟阿轩的薪水一样，介于有跟没有之间。但就是这么一个团队毒瘤，加上拼命苟活的角色，你却没办法打从心里很讨厌他。其主要原因在于歪妈的人品真的不错，每当歪妈团队赛爆炸之后，都会有一些操作把好感度给拉回来。团赛知道自己没用到不行，因此选择保送所有人，只留下死对头跟自己 PK。赛中死对头忘了拿柠檬，还会主动借给他。在跟牛仔的单挑赛中开始比赛时，还转头跟对手说 good 啦。而在洋葱不用钱的第16集，也就是 Gap 小哥被淘汰那集，不知道观众可以去看一下上集。歪妈知道 Gap 小哥被淘汰，更是整个爆哭一波。整体来说，歪妈这个人有好有坏，坏的是厨艺不太行，团赛专扯后腿；好的地方是他就事论事，评断客观。我做错的事就由我来承担，为人温柔，待人亲切，更不用说那仿佛天塌下来都没事的灿烂笑容。是少数在厨艺跟团赛纷纷爆炸，却还可以拥有不错人气的角色，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。那么歪妈现在在做些什么呢？离开 MasterChef 后是一名私人厨师，经常在美国各地举办美食烹饪秀。整体资讯不算太多，不过这个蓝色的唇膏我真的是不敢恭维啊。下一位 Jeff 本季团队毒瘤2号，如果歪妈说是用实力在坑队友，那 Jeff 就是自带霉运光环，团队赛连半次都没赢过 ，Jeff 一次胜利的滋味都没尝过。我们来细数一下 Jeff 的战绩。第4集团队赛全队散步的情况下，挑起大梁重整队伍，但还是输。第7集在歪妈不断搞砸煎蛋的情况下，负责最后的监督出山，然后还是输。第9跟第11集这2集没 Jeff 的事情，但依旧跟胜利无缘。第15集做了2道菜，队友决定拿比较烂的那道菜出去 ，Jeff 提醒过他们了，但无力回天。第17集 Jeff 再也受不了了，带头顶撞队长，北风北还是没办法翻盘。纵观本季6场红蓝对抗赛，一场都没赢过，哇塞，全部猜自己好歹会中一个吧，一个都没中，你是地狱倒霉鬼吗？但说实在话 ，Jeff 前期在团赛的表现，我认为还是非常可圈可点。虽然一直大吼大叫，但如果没有 Jeff， 肯定是要输到剃头，算是团队的定海神针。后期 Jeff 好像发现每次自己出手都会输，因此保持低调，听队长的指挥。只不过该输的还是要输，开玩笑，诅咒哪有那么容易破除？既然团队赛倒霉成这副德行，那 Jeff 单人赛的表现如何呢？厨艺普通，但心态全程爆炸。Jeff 心态跟第8季其他选手比起来，真的是烂太多，顶多比垫底的 Mark 好一点而已。虽说 Jeff 的单干是真的有点东西，但他太容易因为小失误暴走了。加上 Jeff 通常只要失误，那就是变了心的女友一样，回不来那种。Jeff 对于危机处理的能力真的是欠缺。本季的第10集 ，Jeff 因为
蛋糕没捧起来，喜闻乐见的直接放弃，还是女神过来关心，才稍微回神想了办法解决。结果 Jeff 是用解构式的方式处理，反正怎么弄我是不清楚了，我只知道成品像是铲屎官忘了铲屎的猫砂。Jeff 给我感觉有点像是第4季的大妈加上第7季的 David 开根号，就是没那么严重，但多少可以看到有他们的影子在。也就因为脾气实在太差，在人人好的第8季是难得的剑靶型角色，特别是跟待会要介绍姨娘拼命起冲突。除此之外，还特别的有自信，但那种自信真的是会让人摸不着头绪那一种。第18集由于被其他人针对，只有20分钟可以料理鲑鱼，我看切个生鱼片比较快哦。果不其然，鲑鱼升到装2根旗回去就会游起来，但 Jeff 拼命说没错，这就是我要的熟度。哇，这自信，我的天哪！不过各位观众，这熟度的确是刚好，拿来毒死人恰到好处。最后果不其然跟歪妈一起遭到双杀 Double Kill。那么这位暴走小哥现在在干些什么呢？离开 MasterChef 之后，持续担任 Helicon 的营运总监，直到2018，现在则是一名私人厨师以及 PPK 餐厅顾问，并担任 AAA 天趴贝的副总裁。2019年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食谱，与厨师杰夫一起来调味。哇靠，没想到还是个事业强人啊！好的，下一位霸气姨娘 Ebony， 本届亚军，全身缠绕霸王色霸气的天选王者，堪称厨神当道红发杰克，就连评审都得让他3分。但事实上，姨娘前期是真的平凡无奇，要不是有绝佳的五官扭曲能力，估计是连镜头都不给。但各位要知道，姨娘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她在前面几集完全没表现，并不代表没有实力，她只是不想被针对而已。不像歪妈一样有很优秀的开局，或者像 Jason 或 Dino 一样这么亮眼，因为他知道这种人到了后期很容易被其他人当成淘汰首选。但真正让姨娘的霸气果实觉醒的关键是本季的第7集早餐团队赛，在队长 Kate 连菜单都记不下来的情况下，沉默了整整6集的姨娘第一次展现了自己傲人的霸气。我来转述一下姨娘说的话 ：Kate 不适合当队长，是时候让老娘来带这群小兔崽子了，擦亮眼睛看清楚。当时我想，哎呦，口气这么大就别给我出包，结果没出包就算了，每道菜出餐的时间精确都是用秒在计算的。从一开始的25分钟才搞定一盘，姨娘一接手2分钟完成了4单，最后还能提早完成。反观隔壁的蓝队，可是给他5分钟，蛋都煎不好2颗，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你是个 NBA 球员，有天在天桥底下看到一群高中生连篮下投篮都丢不进，迫不及待想上场好好秀一下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激昂啊！激昂的前提是什么？你很有实力呀！自此开始，姨娘像是吃了撒尿牛丸一样，整个人自信都来了，考试都考100分。虽然姨娘看起来很像那种到处跟人家结怨的江湖人，但其实不然。由于霸气实在太锋芒，天生命格丰龙玉虎，天天有杂鱼上门送经验。只见姨娘随手一挥，轻松搞定杂鱼，再随口嘴个几句垃圾话，看得相当爽快。哎呀，想跟狮王开战，你好歹得是鲁夫或者3大将啊！就连 Jeff 这个向来暴脾气没人敢惹的第8季胖虎，就只有在姨娘面前真的连屁都放不出来。不过这只是姨娘的基本操作，不要溜，根本出身武则天。而姨娘的魅力不仅止于很有霸气这点，她偶尔也会有些反差萌，像是不敢拔下头或是紧张闹嘴唇狂斗，都会让观众看到这个霸气外露的女强人其实也有小女人的一面。我觉得姨娘这个角色真的是很有魅力，她很凶，但也不是乱炮一通，有时候她是想把事情做好，有时候是你惹到她。她就事论事，虽然我很讨厌你，但比赛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帮你加油，因为那是2码子的事。霸气对她来说只是种武器，只是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罢了。真正的姨娘只是个真性情的小女子。尽管总决赛相当失常，但魅力在我心中依然不减。希望有朝一日小李子能亲自拜见娘娘。至于这位霸气女汉子现在在做些什么呢？比赛结束后收到了 James TV 秀邀请访问，现在是一名私人厨师，IG 是私人账号，但为了做影片，我有稍微看一下。整体来说很多元，有食物，有服饰外拍，也有生活。有兴趣的再自己去追踪吧。好的，最后一位 Dino 本季冠军，也是厨神当道历史以来头一位素食冠军，无时无刻都会嗷呜一下的 dancer， 配置有点像 Michael Jackson， 一个你永远猜不透的男人。看外观，你以为他是搞音乐的，不，他是跳芭蕾的。当你以为他是个华裔的时候，没有，他是个意大利人。你以为他是个乖乖牌的时候，其实嘴巴贱得要命。当你很看到他跟 Jason 这对 CP 的时候，他有女朋友。哇，我的天哪，这是福袋吗？没打开永远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东西啊！而 Dino 料理也如同他本人一样惊喜不断，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摆盘真的非常的特别，他端出来的东西总是长得怪怪，至少你不会觉得它好看。本季的第10集，他端出了一道泡芙，哇靠，这是什么鬼啊 ？Dino 解释，这是为了营造一种热带小岛的 feel， 上面的泡芙是火山。干，我听你在放屁啊！我知道你想这么说，俗人艺术家眼光歧视我们这种凡人可以理解的。先不说观众，就连女神也笑开怀了。我说兄弟啊，淘汰赛啊，能不能别干风险这么大的事情？这会让喜欢你的观众很慌啊。不过你以为 Dino 只敢在个人赛这样搞吗？第15集当队长又搞了一次，开玩笑嘛的，人生第8季打文戏可不是浪得虚名的。这次更是在评审面前把设计
计草图给画出来，没想到评审也是听得一愣一愣。我说这画面也太可爱了吧！其实从前期的几场比赛就知道 Dino 是相当有基本功的，只是他真的太调皮了，无奈底子硬，随便搞口味都还不错。另外像这种跳跃性思考的选手，一般来说都挺聪明的。Dino 当队长的时候，可能是队友觉得他靠不太住 ，Dino 提议全部被否决。怎么觉得我很可以理解他的队员啊？但 Dino 没有选择发脾气硬碰硬，反而是透过评审来个36季第3季借刀杀人。其做法如下 ：Golden 来问菜单 ，Dino 一律装傻说不知道。你问 A， 我回 B； 你问 B， 我回 C。Golden 问牛排怎么做 ，Dino 回 I'm fine, thank you and you。Golden 问马铃薯怎么做 ，Dino 回我的日文名字叫大又持久。大概就是像这样乱七八糟的回答。果不其然，这样脱序的情况被 Golden 怒喷了一波。通常被评审骂完以后，队员也不会固执己见。接着 Dino 重新开会，展现威严，拿出原本的菜单重新整队。到这里，我几乎确定了一件事，感觉这一切都在 Dino 的脚本里面啊，前面都是演给 Golden 看的。哇，你们搞表演的心都脏。而要完成这招，必须有以下几个条件：首先，你必须对自己的提议相当有把握，还要很清楚队友的做法是行不通的，否则很容易变成说，要么队友说的是对的，之后再也没队长威严；要么自己的提议更烂，变成众矢之的。是一招看似简单，但实质必须有深厚的内力底子，才有办法使出来的武林绝学。不得不说 ，Dino 真的厉害。当然，小聪明也绝对不会是 Dino 高人气的唯一原因。Dino 非常古灵精怪啊，由于实力一直以来都不错，也鲜少让自己落入淘汰险境，因此每次被骂的人都不是他，每次别人被骂都在旁边偷笑调侃人家。有次 Jeff 做出一道生鲑鱼 ，Dino 问 Jason：“ 我们可以端寿司给评审吗？”我一开始还想说他表情那么严肃，应该是真的不晓得，结果他只是想靠北一下 Jeff， 最后还挑衅的吐了个舌头。天哪，真的太调皮了！但尽管是料理跟个性都让人摸不着头绪的选手，决赛3道料理倒是没有让人跌破眼镜，反倒是稳稳的把平凡的料理整治完美。虽然还是挺皮的，就是了。本季让人又爱又恨的惊奇博士。那么 Dino 现在在做些什么呢 ？MasterChef 之后担任 Muse and Mark 的行政主厨，并且有自己的频道分享关于烹饪以及生活的影片，吃出旅行，并且成为一个旅行厨师，跟第6季的鼓手有点类似。好的，主要角色介绍到这边，还记得我说第8季美女很多这件事情吗？接下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福利环节。开玩笑，我频道男女比可是7比3啊，多少人是冲着这个环节来的？好的，第一位小美人鱼 Caitlyn 赛中表现平平凡凡，但名次还不错。之前是 NBA 舞坛成员，现在是个健身教练，身材玲珑有致，笑容相当灿烂。下一位 Jenny， 这位应该是我个人觉得本季最美的选手。离开 MasterChef 之后，成为教育训练的主管，目前在 National Account Director 担任总监。最后一位 Paige 本季倒数第2。如果有人在说厨神当道是看颜值淘汰人，我就锤爆他。我对他唯一的印象就是某次团队赛把半包辣椒粉丢下去调味，结果所有人辣到吃不下去。小姐，你这已经不叫调味了，这叫梭哈好吗？果不其然，在接下来压力赛中遭到淘汰，而且那次还是让所有选手投票要淘汰谁。结果 Paige 高票当选，连上诉的机会都没有。哇靠，有必要这样公审人家吗？虽然厨艺不太行，但在 model 界可是混得有声有色。接着就让阿轩来精挑几张照片，为今天的节目做个美丽的逗号。哇，阿轩，我说你可真会啊！好的，老样子来说说我看第8季的心得吧。其实我看前面10集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超级无聊。看得出来制作组很努力想避免第7季混分太严重的情况，因此在前集加入了大量的规定菜色跟基本功考验。虽然这一方面可以有效剔除杂鱼，但也会让比赛看点大幅下降，因为大家都是做一样的东西，也就很难会有爆点跟惊喜。加上前期的实力可以说是有目共睹，因此被淘汰的人也都在大家的预料之中，也不会掀起什么太大的波澜。再加上观众都说第8季很好看，因此我对他的期望度是很高的，但前期的表现实在是让我感到失望。不过此一做法在后期获得了巨大的成效，因为留下来真的全是精英，不会有任何人让你感觉在混分真的堪称神仙打架。毕竟我是没看过哪一季的舒芙蕾是可以全员过关的。另一点是本季选手们感情都相当的好，就连前期人人喊打的 Jeff 到了后期也是跟大家玩在一块，因此可以看到许多欢乐又可爱的互动，并且到了第16集 Gabe 小哥被淘汰那集获得了极大的升华，直接把观众的眼泪给炸得一干二净。第19集的准决赛也是相当的精彩 ，Dino 跟 Kate 的最终 PK 赛，一定有很多观众心里大喊：这次决赛能不能4个人参加？所以总结第8季，我认为最大的看点是每个选手的拼劲，因为没有那种纯废物，每个人有多少实力走多远，每场比赛都能看到每个选手燃烧自己的灵魂，只为给评审们端上一盘得以晋级的美善。当然 Dino 除外了，他从头玩到尾，但人家也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进步，更不用说其他像是 Gabe 这种本来没那么厉害的选手，这一路爬上来的精神可
可谓力争上游，逆水行舟。当然，第8季还是有个画面让我笑很久，就是3个评审们一起试吃的画面。哇，你们这同步率不去拍环太平洋太可惜了，你们可以开暴风赤红那台，刚好3个人驾驶。好的，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，希望你喜欢。我是 Simon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